范先生，说句公道话，货就把货比货，和扬言一比啊，确实还差几个成分上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就是，这和扬言怎么比呀？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。洋人看不起我们，最可悲的是我们自己看不起国虎。我记得上次也是在这个饭店，我请一位洋人尝尝我们地道的中国菜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菜是中国的，可盐用的是我们的盐。”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。我学化工的，到现在我们没有自己的经验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做出比扬言更好的经验。任果，恕我冒昧，刚才我是故意把这个两个盐说反了。黄纸里包的是扬言，那红纸包的才是我们做出的经验。太不像话了！范旭东，你们一会儿拿化验来糊弄人，一会儿又玩这种小伎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？对，你把话说清楚。现在先不说这些，陈老板，你是天津盐省，你说说这盐到底怎么样？啊，这红纸包着的，的确不是洋盐，也不是花盐。平心而论，从质地上看，确实好点。而且我们化验过了，比卜内门的洋盐品质要好，氯化钠含量和碘含量比洋盐要高。各位，大家都坐下吧。现在呢，制盐的技术已经有了，那么下面我们就该说一下正事儿了。咱们说一下牧银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，董事长？啊，来。实不相瞒呢，3个月前，我们请梁先生撰文的时候，我们是一没有技术，二没有银子。梁先生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可我们为什么这么干呢？为什么要破釜沉舟、铤而走险呢？难道是为了私利？当然不是。诸位试想一下，英国人丁恩只是盐务署的会办就已经大权独揽了。不久之后国会改选，要是洋人在当了盐务署的总办，掌管全国的盐政，我们还建什么盐厂，谈什么化工啊？我相信诸位，在民族需要的时候，绝不会独善其身，对不对呀？说得好。说实话啊，3个月之前呢，我们是怕没有技术；可现在呢，我们是怕没有银子。对，我们人人积小鼓，就能捏成一个对付洋人的大拳头，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。这银子，我投了。傅先生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入股名册拿出来登记吧，算我第一个入股。傅先生，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任重而道远。是。好，我也算上一个。我是黎元洪先生的代表，黎元洪先生也投了，洪一祥先生也投了，杨先生投了，蔡将军投了，我也投了，我也算一股，我也算一股。陈先生，咱们。大宝姐，你终于做成了。成了。范先生，范先生，范先生，徐东，徐东。当时我特别慌，眼看就要一败涂地、大出洋相的时候，他及时赶到了。谁能想到啊？他真的3个月里就把金盐做出来了。没有你，他募不到银子。
在事业上，我帮不上他什么忙，以后要你多费心了。他说了，等盐大批量生产出来以后，将来我们还要做碱做酸，我们要一起做全亚洲最大的化工厂呢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没事的，你来。那下一步最要紧的就是盐务署的批文了，得赶紧催他们，要不夜成了梦多。前2天德国已经向英法宣战了，欧战一起，洋人必然无暇东顾。这可是老天爷给咱们中国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我们再想站起来，可就难上加难了。我赶紧去写文案。哎，梁先生不是说了吗？任重而道远，先养好你的病吧。文案由我来写，不过以后就是再急，像这次沐银用的激进冒险的办法，是再也不能使了。打死我也不再这么干了。旭东，该喝药了。哪敢说你唱跑了调啊？是我拉错了音。一段唱腔3个月你都学不会，我拿银子白养你啊！还愣着干嘛？下去！哼，废物点心。老爷，您了，犯得着跟他们生气吗？来，还热乎着，来口。老爷，从北京回来，我看您了就不顺心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他姓范的能做经验又怎么的？能过了洋人这一关吗？我看不行。都是英国人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你别说，真没想到中国人的老祖宗能造出这么好的东西。那又怎么样？只剩不争气，不照样摆着。丁格先生，那个方旭东可是把经验做出来，您可千万不能放任他们把烟墙建起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将批文，就让他们无功而返，他们的烟墙建不起来。哎，我说了，他们过得了真理和科学这一关，也过不了权力这一关。这什么呀？日本海运过来的，宇多公运送给我的礼物。他发大财了！这是我发大财了呀！他怎么挣那么多钱呀？他现在是三井化工株式会社的总经理，厉害。三井，日本最大的化工企业，他可真有本事。我不会输给他。唐沽的盐田可比北海道漂亮多了，改日我带你去看。好，傅小姐这么帮你，你要好好的带她。我就说嘛，你最近魂不守舍的，瞎想什么呢你？傅小姐她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们只是同志，是战友，有时候又是敌人，是死磕的对头。可是，她心里喜欢你。那我心里喜欢谁？你心里喜欢谁，那谁知道啊？他心里喜欢谁我不管，可我心里唯独喜欢你。讨厌。
谁呀？范先生，可把你找到了，我们家小姐到处找你。你看，来了吧？你跟他说，我没功夫。可是他说有急事儿。到底什么急事儿？好像是建盐厂的批文被盐务署给否决了。其实这道坎儿啊，我们是早就预料到的，所以你呢，也沉住气。现在了，我怎么能沉得住气？我们自己的资金、自己的技术，他丁恩一个外国人，凭什么一句话就给否决？他没有理由否决，他是无限期的搁置。那批文上他就写了一句话：中国精盐宋英化验，严格审查资质。就这一句话，不知要拖到什么猴年马月了。那精盐合不合格有世界标准，拿到英国去做什么呀？总办管不了他，袁世凯也管不了他吗？袁世凯已经默认了，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。他借了2500万英镑，他还能说什么呀？那这事儿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再过2天，盐务署开会通过，但也不过是走走形式。这件事情啊，现在算是铁板钉钉了。我要把这根钉子拔出来。系东，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事儿了。批文呢是不能拖的，我亲自找丁安谈谈。面对这个一直默默付出的女人，范旭东一阵愧疚。今天许父的话，还有之后的坏消息，都让范旭东百感交集。一边是因为工作而忽视的家人，而另一边是举步维艰的理想抱负，家国天下，自己又该何去何从？怎么还不睡呀？呀，真的不该跟我回国。留在日本多好，我知道。宇多光一也喜欢。喜欢我的人多了，我会多喜欢你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回国之前，我做梦也想不到，都攻河了，怎么想做点事情还这么难？鲁迅先生说了，改变中国太难了，就像把一个铁炉子从这儿搬到那儿，都要流血的。慢慢来吧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的告全国同胞书。盐，看着是小事啊，可它足以让天下人食不甘味。我们煌煌中华的盐政却把持在洋人手里，那这到底是洋人的中华，还是我们自己的中国？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会亡国灭种啊！范先生，范先生，警察来了，快走！徐东，徐东，快去看看吧，学生们正在南大街集合，准备去声援你呢，快！丁恩先生，傅先生，你还不舍身，想来说服我？我就几句话，请听我说完。给不给批文在您，
我傅某绝不强求。有什么事到税务署办公室谈。有的话到办公室谈并不合适，请相信我，于公于私对您都有好处。这样吧，为了不妨碍您的工作，咱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聊几句，好吗？我们要吃中国盐！我们要吃中国盐！中国要有自己的化工！中国要有自己的化工！绝不让外国人把持我们的盐政！绝不让外国人把持盐政！我们要吃中国盐！我们要吃中国盐！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就去盐务所，一定要让杨辉本地好。同学们，大家听我说啊，听我说，我就是那个办盐场的范旭东。盐场的事情，我正在想办法，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。啊，我请求大家千万不要激动，要冷静啊！我求求大家了，好吗？范先生，来六国饭店集资募义办盐场的报道，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都很佩服您。人尽断裂，我们就会尽断裂，是不是？回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中国化工不是范先生你一个人的事，是。我谢谢大家啊！我现在请求你们先回去。好吗？问题我自己来处理。你们是学生，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回到学堂去读书，好吗？不要上街上去冒险。几年前你也不同样是学生吗？是不是？是。范先生，再这样下去，中国会找不到一间安静的课堂。我们能坐视洋人研制我们的国事吗？走！丁恩先生，我是政府的人，您也是政府的人。您即使不为政府着想，也该为自己想想吧。你想说什么？袁大总统向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做贷款，是以中国的盐税做抵押的。您代表的不光是英国政府，而是5国银行团。要是还不上贷款，您怎么向5国银行团交代呀？能不能收回贷款，不是建一家中国盐厂能决定的。啊，德国的波尔先生，您应该认识吧？他跟您一样，也是一位中国通。你什么意思？国会就要改选了，即使盐务署的总办必须洋人来当，也未必是你丁恩先生啊。我明白地告诉你，我会联络政府要员、军方人士一起上书，说服总统举荐波尔先生。其他4国也不会反对吧？利益均沽，以华治华，这是你们洋人说的话。傅先生想要以洋制洋，谈不上。丁恩先生是5国的代表，就要代表5国的利益，而不能只顾1国的利益。哪一国都不想看你们中国有自己的重化工。可是好了，谈完了，军事政治我都不管，我只管盐，我只管收回我们的贷款。中国要有自己的化工，中国要有自己的化工，绝不让外国人把持我们的盐政，绝不让外国人把持我们的盐政。除了英国普雷门经验、德国经验，还有日本三井经验，您也听说了。事情真要闹大了，国人一起抵制洋盐，您是帮了洋盐，还是毁了洋盐？洋盐滞销，哪来的盐税呀？就算洋盐卖不出去，中国还有出盐。我不相信中国人能不吃盐。可是逼到了绝处，老百姓还肯犯私盐。您是中国通，从黄巢到朱元璋，从高开道到张士诚，为盐起义造反的还少吗？真要是改朝换代再来一次，袁大总统绕过国会借的2500万贷款，那就是一张协议，一张废纸。新朝当政的，谁会认这笔烂账？
哪个冤大头会心甘情愿的替他来还呢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上峰有令，请你们立刻散开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同胞们、同学们，我们有自己的资金，有自己的技术，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却不能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工厂？请问天底下有这样道理吗？没有。警察兄弟们，你们也是中国人，你们不能帮助洋人来欺负我们自己的同胞们吗？你们到底是中国的警察，还是洋人的走狗？哎，同学们，冷静啊，冷静，同学们。不要危言耸听。危言耸听。远的我已经说了，近的辛亥革命，不就是因为四川铁路名古被没收了吗？那还只是为了钱，而不是盐呐。林恩先生，还是尽快把贷款收回来的好。中国办个小盐厂，多少能交些盐税？不要丢车保足，闹得满盘皆输，这是公事。要是波尔先生真的当了盐务署的总办，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，那就说不清了。同学们，我们不怕他们，走！走！立正！准备！快！不要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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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你们怎么敢开枪呢？他们都是学生啊！你们怎么能朝学生开枪？我只是想做盐。我只是想要咱们中国自己的经验。准备！不要！同学们，听我一句好吗？先回去啊！你们先回去，我求你们了。盐场我不建了，我宁可不建盐场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流血。盐是白的，我不能让它被血染成红色。我求你们了。谢谢。你的报纸我全买了，钱你拿。谢谢叔叔。你帮我个忙，你到街上去喊，大声的喊。喊什么？就说中国有精盐了，中国有化工了。喊一遍我听听。中国有精盐了，中国有化工了。大声的喊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去。中国有精盐了，中国有化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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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国有精盐了。干了一件蠢事，你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。轮不到你跟我说这些。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首先你要确保5国银行船贷款安全。欧战已经打起来了，中国商人要是趁此机会发展壮大，
我们在东方的利益就全没了。我比你了解中国，用不着你们布达曼公司出手。曾经的盐商一跺脚，咱们建好的厂子就差了。不发给他们银票，限制他们的销售口岸。现在我只能做这么多。丁克先生，你还能做一点别的？站在一起能帮了他，也能毁了他。欧洲在打仗，中国也在打仗，要是战备不足，特别是电。所以，烦恼丁恩先生给商务部写一份报告。电，难道中国不管空吗？让方旭东去天津啊，跟盐商打交道。我们呢，动手指头啊，给他放一座火焰山。为了这张纸，我们就费了这么大的周折。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千难万险。当年曾国藩深受朝廷信任，任两江总督，兼两淮盐政。可是治理盐政也是功亏一篑啊。盐军民所养，是洋人、军阀、政府都盯着的一块肥肉。旭东啊，你给自己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啊！既然跨出这一步，就退不回来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你哥哥是你的左右护法，往后啊，海阔天空，就任你闯荡。那我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好啊？我想叫九大。王夫之说：“继而称呼九大者也。”九大，且久且大。好，那咱们的今年就叫海王星。关子曰：“海王之国，谨正严严。”有点意思啊。海王星围着太阳转，咱们的盐围着老百姓转。元亨利贞，天道循环，永无止境。从生始，死亦为主。还有，人如此，家如此，国亦如此。得一时，多想未来坎坷路，人贵在坚持。好，说得好。旭东啊，你回国的时候，妈妈还挺为你担心的。不过如今呢，你看看，你银子也募了，经理也做了，盐也做成了。往后啊，你还真得好自为之。妈，我记住了。1915年6月，九大精盐厂破土动工。是年12月，袁世凯登基称帝。董事长，您来了。办公室里请。什么事儿啊？非得董事长大驾光临？我爸不来，你能回去呀？你又不听我的。回去。砖砖瓦瓦都得你来砌，抬个管子都得亲自来，算什么经理啊？下个月就要开业了，我怕时间来不及。好不容易从日本进的设备，安装上不能出一点差。我看子英啊说的也对呀，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啊。现在你是经理，主要的精力是要统揽全局。看来呀，需要找一帮能干的人做你的帮手。这事儿我也想过，把一群有识之士集合起来，可能比建个工厂还要难。我现在没办法分身呢。好啊，这件事情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范先生明明是有妻室的人，干嘛他走到哪儿，傅小姐就要跟到哪儿啊？人家跟到哪儿关你啥事儿？哎哥，你说这傅小姐是不是想给范先生做小呀？你怎么在背后说人坏话？雅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外边惹什么祸我都不管，
范先生舌头，咱可不能骄傲。哎呦，我不就跟你说说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傅小姐都20多岁了，干嘛不嫁人呢？你也快20岁了，你咋不嫁人啊？哎，雅芝，来，你坐。雅芝啊，我觉得王子良这人不错。他可是你兄弟啊，我把他当哥哥的。总之呢，我觉得子良还是一个可依托的人。他可不可托关我屁事儿啊？范先生说了，让我上学堂的。你哥哥辞了职，现在跟梁先生一起共同返原。听说蔡锷将军也离开北京，辗转回到了云南，准备跟唐继尧共同起事啊。袁世凯倒行逆施，我哥他们做的没错，只是战火一起，又苦了百姓。听说治理的碘矿一下涨了3倍，对啊，我们智研怎么离得开碘呢？这么下去，总受他的制约，怎么得了啊？咱们刚刚建厂，销路未开，如果成本比扬言贵1分1毫，那都是死路一条。我得赶快想办法，把制碘的技术拿出来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还是想自己干。旭东啊，我呀，给你找了一批学过化工、留过洋的人。哎，我不懂专业啊，找什么人做技师，还要你来定，是吧？赶紧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回北京。哎，雅芝，怎么了，雅芝？范先生，我表哥他非逼着我嫁人。让你嫁人，你哭什么呀？你也该嫁人了。啊，你也这么想啊？走，范先生，哎，范先生，我让你们见笑了，走。范先生，你不是要让我上学堂的吗？上什么学堂？不能家你还想变凤凰？跟我回去！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不喜欢识字啊。我现在愿意了。那你早说呀！你看现在又耽误了1年。要不这样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北京，我先让我夫人教你认字，然后再帮你联系学堂。哎，你给我下来！下！好了，咱跟我在一起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？这不合适啊！没事啊。几位，下个月他们就要正式开张营业了，还真敢请咱们啊！我到他们工地也看过，10几米高的锅炉，好家伙，这一天能煮多少盐呢？啊！陈老板，您虽然也有股份，但是呢，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？海王星。海王星不比扬言差，我们的炉台玉砂可怎么卖呀？老板，这回您得给我们拿章程。急什么？在座的世代都是做盐的，几万灶户世世代代欠了咱们多少银子？现在原盐还控制在咱们的手里，只要咱们稍微割点肉，给灶户们一些甜头，把他们手中的原盐全都收下，一颗也不留给9大。做实验可以，要真想做生意，10几米的锅炉真的煮海水，笑话！哼，没有咱们的原盐，这海王星就是海王八。咱们给他来个没开张就关门倒闭。对，各家盐户竖耳朵听着，现在宣读文告。拿着，别摔了。为贺郡主立宪，皇上登基，改元洪县。陈老板及天津各盐商对各家盐户世代欠债，减免一筹。他们这不是把原盐都包圆了，冲着我们9大来？
不行，这事得赶快告诉范先生。走。延托卖于他人，违约者世代欠债，一并归还。就在陈立信再次出招的同时，范旭东也开始了自己招贤纳士的计划。而这群意气风发的书生面临的却是陈立信带来的残酷商战。我不是范先生，我叫李竹臣。来，请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系的高材生李竹臣。久仰，您是毕业艺术中法国里尔医大化学系的博士。哟，里尔医大，易先生好本事啊！没什么，光凭记忆力罢了。我记得我念过李先生的一首诗，这诗名叫《在渤海湾中，一下樊篱洞门户，美欧侵略更招昏。神州无限伤心事，总觉重阳是祸根，对吧？易先生真是过目不忘，贻笑大方了。哎，伙计啊，给我一瓶店里头最好的法国干邑。Oui, monsieur, s'il vous plaît. 李先生，我这人个性比较直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您的专业2流，做事3流。您的论文《小论苏打之制造》我看过了，不过好像没有解决什么根本上的问题。只是抛砖引玉罢了，做茧很难。我以后会做出更像样的。易先生把茧做出来。我也没有，但是我发表文章向来谨慎，这不能语出惊人，没有实质爱的把握，我宁可一个字也不写。那易先生对我的诗有什么指教？不敢当。不过你的一句啊，总觉重阳是祸根，我实在不敢苟同。我给你改一个字，总觉重阳非祸根，这样意味就大不相同了。这中国要强起来，需要靠的是洋人的技术。我做事是为好，直抒胸臆罢了。不过易先生，我觉得你的话也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是需要技术，但不是洋人的，而是自己的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工业革命，英国最先，可现在德国的科技最强，为什么？我虽然不明白什么叫拿来主义，但是我知道一个道理：真理只有一个，何必要走弯路呢？英国的科技对德国帮助确实很大，但如果要是没有赫兹啊、施旺、法拉第，德国同样没有今天。真理只有一个。但通往真理的道路却有千百条。我们是需要洋人的技术，洋人会给吗？就拿易先生你来说吧，毕业于著名的里尔医大，那质检的技术不还是没有拿来？易先生，坐而言容易，起而行难些。看来范先生耽搁了。你这样。我们不谈技术，下棋打发时间也好。好啊。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，你换了这身衣裳呀，还真水灵。我要是个男人呀，我就把你娶了。傅小姐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。以后啊，都是自己人了，不要那么见外。徐姐姐，那以后家里烧饭、洗衣服、伺候老太太的活，你就都交给我。谁让你干这些？范先生说了，以后你每天都要跟我学习识字写字，以后啊还要送你上学堂呢。其实我以前学过几天识字的，只不过长时间不用就还给先生了。我手一碰到那个笔就头疼。真的。契约。造户们都签了，天大的好事儿，他们能不签吗？只有李少棠那帮了跟姓范的走得近的人还没有动静。
李少堂那10亩公摊算什么呀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不，你再去跟李少堂那几户好好的谈谈，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。总之，我不想看到1粒原盐流到9大去。到时候9大的盐厂开不了工，哼，我看他范以东怎么向股东们交代。我打听了一下，9大开业的时间都已经定了。那好啊，到时候我们都去给9大送贺礼。哼，秦所长，其余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陈老板放心，既然是他开业大吉，我一定给他来个满堂彩。